这是说从凌晨哦，全球都在看。那这叫做川普实境秀啊！这一场实境秀很厉害，七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加上泽连斯基，通通往白宫去。那这次川普当然没有到机场去接啊，他们自己到白宫来集合啊。其中泽连斯基算是通过了时尚大考验吗？我看到那个媒体的标题这样形容，他穿着总算不再穿 T 恤，所以川普很满意。看看这段对话。President Zelensky, you look fabulous in that suit. I said the same. Yeah, you look good. I said the same thing. Yeah, looks good on I you. said to the one that attacked you last time. See, now he's in. I remember that. Yeah, I apologize to you. You look wonderful. No, my first question for you, President Zelensky. In the same suit. You see, I changed. You are not. 他是算蛮幽默的回应啦，可是说真的，心里会不会酸酸的呢？上次其实是美方要求他穿西装，有这样的传闻，但他拒绝穿 T 恤，后来被狂修理，记得吗？那这次时尚考验通过了，但还有一关啊，上次 Vance 说你不懂得感谢，这次他在对话里面连说了11次谢谢，听听。Thank you so much, Mr.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invit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fforts, personal efforts to stop killings and stop this war. Many thanks to your wif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ation. 哎呀，不停的谢谢，我有感恩哦。这次所有的全程不再像欧洲领袖们担心他再被围剿、被痛殴一次，但是言必谢谢。然后毕恭毕敬，甚至还使出了夫人牌，感谢川普夫人念一封信嘛，说梅兰妮为乌克兰儿童发声。但这样的处境呢，是跟后面欧洲7领袖的大阵仗有关吗？不过因为大家也没有人敢触怒川普，还要盘算着谁跟川普比较好，谁跟川普比较不好，然后还要想办法LP 吗，或者是让他关系好一点。总之，这7个领袖给泽连斯基的建议都是不要惹怒川普啊。要让他可以开心一点，所以这7位领袖就算站在一起呢，全程陪同，让川普这次没有对泽连斯基在下痛手嘛。其中法国的总统马克宏本来醒前在媒体的报道里面是说，他要去质问川普到底为乌克兰的安全做了什么啊？但是他后来在现场看起来，提的问题是说，未来要跟乌克兰的问题呢有俄乌美欧洲啊，要共同来参与4方会谈才对啊。就会议上传出来报道是说，川普还立刻把会议打断，打电话 call out 啊，给普京进行了40分钟的对话。到底有没有什么结论呢？不知道。但是这个报道是说，难怪川普会说泽连斯基好帅啊，因为乌克兰有一个协议被公布出来，《金融时报》报道的，乌克兰向美国采购价值1000亿美元，大概3兆台币的美国武器。过去用送的，美国要支援乌克兰，但现在要用买的，这是川普自己的致辞也这样讲的，用买的。不过刚刚这个报道里面是说，有可能是欧洲国家支持去转手再来买吗？那而其中本来梅尔兹就是德国总理梅尔兹，他强调说，必须先达成停火啊，才能开始谈判啊。这就是川普今天定的一个调，就是说只谈所谓的和平协议，不用再谈什么停火协议，等于跳关的概念啊。他的那谈6个国家的和平，没有什么停火的啦，就是直接谈成协议了啦。他没有在给你等停火，因为俄罗斯现在此刻也还在攻打乌克兰啊。那意大利总理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不开心，所以一直翻了好几个白眼，看起来很不耐烦，也被捕捉下来。那川普跟这个所谓的欧洲国家和事佬谈下来到底怎么样？所谓的川普说俄罗斯乌克兰可以边打边谈，反正要直接进入谈判，不用停火协议，继续打也没有关系。但这一段很有意思，川普为什么那么高调的对普丁非常礼遇？那到底为什么他倒过来讲？他说这个麦克风没关呐，就跟刚刚本来马克宏应该要态度很硬的啦，悄悄话咬耳朵，被声音给放出来。他内容讲什么？他说我认为普京是很想达成协议的。我认为他想达成协议是为了我，你明白吗？他还说you understand？这听起来很疯狂，但他是为了我真的是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而普京要跟泽连斯基见面吗？在刚刚讲的那通电话里头，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接下来呢会让普泽会2周内要登场。这将是2022年以来这个俄乌战争最真正接近停战的这一刻吗？
大陆方面的反应是什么？毛宁发言人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我们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而在马上要登场的93阅兵里面呢，现在传出来俄罗斯总统普京确定出席，那因此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出席的情况呀。那包括南华早报说的，欧洲的驻北京使节虽然受邀了，但目前正在讨论不参加计划。那反而东南亚国家呢，很多的国家层级出席都已经表达蛮正面会出席的这样的讯息，那也是显示欧洲国家在这样俄乌的关系里面强烈的表达强烈讯息，就是不想要跟普京同台，或者要继续抗中嘛。我觉得泽连斯基这次学乖了哈，因为第一次确实不着正装到白宫去访问，这是失礼的事情。这个对主人来说，觉得你是不尊重我、羞辱我啊。所以当然，川普在当时对泽连斯基穿的衣服，尤其是范式就非常的不愉快啊。更何况你是来寻找美国的帮忙啊，然后你好像变成是说你理所当然应该来帮我啊，来帮我做这个做那个。我觉得泽连斯基讲这句话对拜登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次会发生俄乌的冲突，跟拜登有绝对的关系。可是对特朗普来说他认为这是拜登跟你的战争啊，不是我的战争啊。挑起这个战争是你跟拜登搞出来的把戏，不是我川普啊。你对我干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所以你看范斯就帮他的老板就出气了，说你要说谢谢，你要懂感恩啊。那当然这一次他就学乖了啊，就讲了11次的谢谢，不过这也讲得太超过了啊。但是我觉得反正你也知道西方人就是喜欢夸张虚张声势。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次这个欧洲的这8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当然包括2个组织的领袖之一，例如说这个自称为自己是川普的干儿子吕特啊，还有另外一个对，那个吕特，因为他说这个川普是我爸爸嘛哈。不过这个吕特的爸爸不知道该心里面怎么想啊。那另外一位就是冯德莱恩嘛，他说我无兵无权无钱。那他们去了欧洲以后，确实是一无所获。第一个，他们希望能够先停火，再谈和平协议，看起来没有达成。第二个，他们希望美国要介入援助，可是川普很明显的就是说拿钱来。那也就是说，川普不出兵、不出人、不出钱、不给武器，武器是你要买的。那这次乌克兰提到说他们要用1000亿美元，然后来勾这个川普对他们的意愿。可是你知道吗？乌克兰去年2024年一整年整个国家的总 GDP 也不过就是1900亿美元。怎么可能？乌克兰穷得不得了，他哪有钱？所以那个钱一定是欧洲出，欧洲哪有钱？所以那个都是在忽悠，都在糊弄这个川普。为什么？因为欧洲现在也穷到不行，德国的经济状况不好，法国不好，意大利不好，谁拿出这个钱来？所以这个钱最后顶多就是借给乌克兰，乌克兰再向美国买武器，美国再赚一手，就这么简单。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川普是怎么羞辱这个欧洲的8国的领袖呢？他们在圆桌会议上讨论嘛，两排坐。那川普是这边坐的都是大国的领袖5个人，对面坐的是小国的一个是泽连斯基，一个是芬兰的总统。那芬兰总统是觉得关我什么事我就是一个干弟而已啊，我就是本来就是陪这个川普打高尔夫球的，我来这边只是在凑热闹。另外坐2个人说我们又无兵无权，一个就是冯德莱恩，另外一个就是吕特，北约。但是问题是谈一半的时候川普离开了，把8国的领袖丢在会议场，他跑去跟普丁打电话，这一讲了40分钟。观众朋友，这8国的领袖被放在议场等这个中途离席的川普等了40分钟。好歹开个扩音嘛，大家一起听听。没有，您不觉得这就是有意的羞辱？为什么？大国跟大国的领袖的电话，也就是视讯，都是早就弄好的，线路都是弄好的，所以这很明显的是，川普跟普丁约好，就是在羞辱这个欧洲的8国的领袖。是
这场和平有没有可能到来，还要观察。但有2个争议的角度：第一个，到底所谓的交换土地要割让多少比例而已嘛；第二个，就是到底所谓的和平安全保障能不能类北约在这个边境这里，不管欧洲或美国去派兵，现在俄罗斯方面都是强烈反应不准的。这样子哦，这题目问得非常好，真的关键在这里，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讲的是克里米亚这个土地，他说这个川普告诉泽连斯基，普丁说这个就不用谈了，反正已经是我的了嘛，而且本来就是以前我给你们的，现在把它要回来而已嘛。好，这个不谈。他的乌东，普丁开出来条件，你乌东要全部还给我。我查了一下乌东哈，再有2个州哦。卢甘斯克的话，它是几乎已经被俄军全部占领了，但是在顿涅茨克这个地方，还有只占领了70%，还有30%是在这个乌克兰守军的手上。你叫人家全部交给你，你知道在乌东有多少土地呢？他还控制乌克兰军队还控制6475平方公里的土地，我全部交给你吗？你知道他所谓的土地交换是什么？你知道？我认为我猜的是对的。俄国人在乌克兰的东北方那个地方，有2个省啊，一个叫做苏米，一个大概叫哈尔科夫。这2个省啊，它大概占有的那个土地的面积大概是1716平方公里。哈尔科夫跟苏米这2个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占领你别的地方。我把这地方还给你，1716平方公里还给你，然后你把你乌东，你现在还残存的那个土地给我，那是6475平方公里。请问你大概差不多4倍，我拥有的土地4倍于你，我要把这4倍土地交给你，然后我才把1/4的土地拿回来，这叫土地交换吗？还没有完。我说其实川普是很坏。我讲老实话，美国这一阵子在我心目中真的已经没有什么道德的形象可言。他现在做法，他对普丁的纵容，就像对以色列的纳坦雅夫的纵容一样。这个当然要立即停火啊！什么叫和平协定？你就立即停火。你看以色列每天就在那边一寸一寸的在吃，大口在吞加沙走廊。他最后把那人打算把他们移到非洲去，所有地方他总要控制下来。你川普只要讲一句话，以色列就停手了。结果没有，每天都有人被杀，小孩子要去食物的领取的食物的救济站去领，2个、3个、10个、10几个这样子被杀，连记者一次4个都被杀掉，半岛电视台了嘛？对，这个有这个道理吗？那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他现在为什么让俄军说我们先讲和平协定？和平协定要谈很久了，你懂吗？立即停火才是办法。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吗？因为现在的除了乌东以外，还有2个州是在俄国也进去了。那2个州呢，是在扎波罗热，俄国军队占领了大概74%，赫尔松大概占领了70%。你像这种做法，就是鼓励你俄军继续打，说没有错啊。他们在华府在谈判的时候，俄国人还是用几十枚的这个无人机去攻打然后还有加上巡弋飞弹，还有加上弹道飞弹，同时在攻击乌克兰。你等于是说好，你继续打，和平协议慢慢谈。你去想想看这个事情你要怎么解决？剩下那2个州还有这么多土地，乌东还有几千，我刚刚讲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乌克兰手上。你现在要用土地换取和平，你要叫这些人割地出去吗？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川普是美国人的耻辱，是民主国家的耻辱。他是助长了恶人，助长了屠夫，在残杀这些可怜的人民。台湾人如果说反对所有的武装的侵略的话，你就应该从加沙走廊开始先反对起，要从乌克兰先反对起。叶老师因为川普要什么？他要诺贝尔和平奖。他一直讲说，我已经有6个国家都是我促成的和平，现在要第7个。
6个国家哪有它造成和平啊？有的是内战，有的呢，你光讲所有的战争，它都拉成是他弄停的，几乎每一个都是假的嘛。但是这个人很聪明，现在了解深度的人，像我们都知道是假的，但不了解的世界上很多的人，他推的一推，或者一些假文件一做，大家还真的相信，他搞不好最后还是拿到，他聪明的不得了。我先讲一下，这个泽伦斯基这次好像很高兴啊，我们这个革命11次啊，这终于成功了，他谢谢11次，终于得宠了哈。那得了宠，可是我要先强调一下，暂时得宠没有用的 ，Thank you too much 也没有用，再so much 也没有，因为最后还是会卖掉了，被卖掉了。我这样讲好了哈。那刚才那个我也讲的也非常清楚。那我当爬文是爬到这个乌东啊，这个所谓的顿巴斯个地方有6600平方公里啊，反正不管多少很大。但我这样基本上认为乌东比较偏俄，而且呢，当然有他们的历史渊源不谈，就是它的连着性比较高。所以俄国觉得把它拿下来有它的道理，而且俄国在这次进攻的时候，在北边有些甚至靠近基辅边都有一些地方，它甚至都进攻了。北边有些地方，他想用北换这个地方，其实有机会，但是呢要经过谈判嘛，哈。但是乌克兰如果不让没有用。还有克里米亚，从2014年到现在，从各种连着性，他们也讲俄语啊。那么他的这个民主的想法，当这个意识形态是历史渊源，甚至他的年限这么久，11年，基本上俄国要拿不难。我觉得川普很聪明。他就是，但就这样坏嘛，他就是机关算尽，他想赢者全拿。第一个，他跟普丁这样做哈，谈了以后，他这样让普丁先说话，普丁要的东西他尽量给你，而且普丁一开始会打，就是因为不让你加入北约，不要你武器东扩。他现在呢私底下就答应了普丁，然后告诉泽连斯基，你就不要加入了。然后呢，现在当几个国家一直来了，不知道怎么办，到底要不要让他加入，就去见了这个川普，一起到白宫去了。我跟你讲啊，他一打多的这个所谓的川普关税贸易战的不平等条约之后，现在呢，他一次刚刚讲的一次打8个国家。我跟你讲，他现在非常清楚，他说你就不要让他加入北约，但我们另类保护，我尽量卖他武器，尽量赚钱，他都赢啊。还有一个更重要，我想他让俄国啊，就是买了菜还能拿葱，你知道吗？他今天停了以后，你刚刚讲的停火协议、和平协议，其实和平协议真的不容易谈，就停火嘛。我想南海、北海38度线不是也是停火以后就造成了这么多年了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 anyway， 我觉得现在啊，川普他所做的就是讲机关算尽。最后一个，你刚讲和平奖，我觉得他更聪明啊。他现在拉近普丁，跟他说：“哎，你看看他的皮肤嘛，是像我们习近平还是像普丁？他一定是想要最后终极战还是要跟中国对抗。虽然中国讲说他乐见和平，其实他现在就想伸手做示好跟普丁，甚至给一些利多从乌克兰这边去切，然后最后啊，希望拉拢他。”来跟这个24亿中一样，以前是联中抗，现在要联俄抗中，他会有这种想法，你信不信？这个普丁聪明的做法。拉拢普京是为了要跟中国大陆的平衡跟对抗吗？的确有蛮多论点是这样子来看的。其中呢，中国说什么都没用啊，这是怎么样的标题呢？这是因为呢，路透社报道的，菲律宾海岸前一阵子一直有所冲突。那这一次和发言人说啊，13号的时候有2艘驱逐舰美方的出现在这里，那跟解放军有一些对峙。那当时当然解放军抗议啊，那美方们说：“哎呦，我们无害通过，自由执行航行。”但这样的关系当然有些紧张，但是呢，包括炸广岛的美军机场也会重启，说这个天宁岛跑道翻新也会变成美国第一岛链要控制的作战优势。跟中方有所对抗吗？路透社的民调说，川普的支持度只剩下40%，可是他比第一任还是高啦哦。他这个川普支持度维持在40%的时候，对于国内的政绩不满，民众如果不满，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最简单就是经济民生议题，对华出口归零影响很大。光美国的豆农，它最重要的这个支持者是来自于农业州啊。但是《卫报》的报道说，整个气候灾害成本标是加上大陆的不再买他们黄豆的关系，市场短缺几乎成了3重压力的完美风暴。反而在印度的部分呢，协议要有个可能看起来很难。其中贸易顾问就说，这种有些机会主义对俄罗斯石油的采买呢，这个是很加以谴责的。问题是这个，所以才谈判
放鸟啊，不去啦。印度真的没得谈了吗？因为全球跟俄罗斯买油的可不只是印度啊，但印度看起来只有唯一的被惩罚呀。美国国务卿都说啊，各种理由。跟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因为呢，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进一步制裁，因为现在中国在所谓的2级制裁的部分已经先被取消了嘛，他说可能会推高全球的能源价格。讲这样的理由，连媒体都不能接受。看起来印度现在做的事，包括跟王毅啊更多的对话，还有恢复各种供应稀土的合作。美印因为关税撕破脸，进一步在做的是什么？平衡，要跟中方的投资越放宽越紧密吗？川普现在民调支持度还是上不去，还是在下啊。那当然有内政跟外交的问题，外交这个部分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有影响，可是没那么大。那当然，在外交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他的支持者中，例如说共和党内有1/5的人认为他过度偏袒俄罗斯，对于他有意见。但是外交对于川普的民调的支持度的影响并不是主要的，它主要还是在于内部的问题。内部目前的民调显示出2个领域影响最大，第一个就是关税，也就是说它的对等关税，他认为关税可以给美国带来富裕，可以美国让制造业回流，但是制造业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出回流，然后非农的就业率看起来还是在往下走，也就是说失业率一样的大，但是没有往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物价已经，尤其是油感物价已经上来了。美国的物价在 CP 它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平均值是稳定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不健康。为什么？因为油价是跌的，房价是跌的，所以房价跟油价跌，然后问题是在油感的物价确实上涨。那这个对于一般的民众感同身受嘛，所以他的民调支持度低，一方面是来自于他的关税战，二方面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非法移民的打击，他的手段太强烈。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拉丁裔的美国人他们当初从弃民主党转投票给他的，后悔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他这2块问题如果一直不赶快解决的话，他的民调支持度一直拉不上来，这个对于他明年的选举会出现不利的影响。那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农民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说中国大陆市场是无可替代。因为现在都跟巴西买，你无可替代，你怎么办呢？好，是那现在印度是气到不行，是因为印度觉得你大小眼，也就是说你怎么只修理我呢？真的，因为他先讲说欧洲也有买这个俄国的天然气跟石油你为什么不修理欧洲呢？那这个卢比奥说，这个欧洲因为跟美国的贸易额很大，所以如果去处理欧洲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很复杂，所以不能够处理。然后印度就那中国呢？他说那中国是更不能处理第一个他会反制我因为全世界只敢对我课税的就是中国所以他一定会跟我再打贸易战，所以这不行。第二个，我一旦真的处理的话，如果中国大陆不买俄罗斯的油，他买这个中东地区的油，整个世界油价又涨上来了，那我的本身通货膨胀就出问题了，联总会也不降息，那我会伤到我自己所以不行，我只能处理你。那这个对印度来讲，大白话就是说你比较好欺负，这样大白话就是说不能欺骗了，真的很心酸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美俄手牵手，跟中方的关系呢，虽然2级关税现在看起来是暂停了，也还展延了90天的关税谈判。现在在天宁岛跑道的翻新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委员怎么看？我觉得它当然是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了。其实美国的这些战略家大概基本上都希望美国跟俄国改善关系，不要让中国大陆跟俄国连在一起。他们真正恐惧还是中国大陆崛起会跟美国竞争。很简单，只有个理由，因为俄国第一个，它人口毕竟你说1亿多还是少了一点。第二个呢，它的经济不行了，整体经济不行，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太强了，所以每个方面都向前走，这个是俄国没有办法相比。所以美国真正忌讳的是中国大陆。
但是你说这个天宁岛在这个地方在什么建机场啊、重整机场啊，这主要是一种心理作战心理作战做给中国大陆看，也做给美国在南太平洋、在太平洋这边的朋友们看是这样子的。否则你说从天宁岛飞到上海，那你知道它距离多少吗？3400公里。可是从关岛到上海呢，3100公里，差了300公里。而且在这个飞弹的时代，你很多东西，下一场战争里面，除了无人机以外，依然是飞弹的使用会超过对飞机本身的使用，因为飞机本身有它的脆弱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心理作战要告诉这个中国大陆，告诉美国朋友我就是针对中国大陆来的，我在做这个准备，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要归队让菲律宾这块，他到黄岩岛这个也是一样嘛，他就让南海的国家，特别是像越南，尤其是菲律宾，说我来了，我在这里我不会离开你们都要归队，我们要一起来围堵中国大陆。他做法主要是这个样子的，心理作战的层面比较大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的印太政策是不是改变了呢？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正在改变，印太的部署，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这个改变是在改变，但是它是一个因果所造成但因为这个整个世界格局在变嘛，形势也在变。但我讲全世界呢，只要你强到的一定的 level 够强的时候呢，你不愿意输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常常秀马手，但你不会去打人，就秀一下，你不要惹我，你不要惹我。两个人吵架也是这样，谁的声音大。所以你看美国这个也是一个秀马手，到那边告诉你说，你不要随便乱动。可你发觉那个我们的对岸也常常会这样，上在对马海峡不是一样吗？过去那我知道他们甚至到第二岛链，不是3号这个辽宁号曾经集结过吗？在6月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秀马手，只是互相的这个较劲，在这个所谓的形式上较劲那我现在要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川普呢，大家知道，您刚讲那个印太战略嘛，它的名称叫 Indo-Pacific Strategy， 就是跟印度有关。当时美国、日本、印度、还有这个澳洲，不是吗？那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川普认为重要的，因为2017年他在 APEC 在越南11月的时候会议中所提出来的，结果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印度？结果我觉得整个形势在变，你看这一次是变得很大，印度变穿小鞋了。对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是要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赖清德总统呢，现在在国内从726不认败，接下来还要前进823，会不会马上要有第二次的最大挑战？在他从政生涯，但他的得力助手说是大红人、全党保一人的王义川现在也有新的梗图啦，这个图厉害啦，叫做粉底液，因为他的关系去用粉底液羞辱卢秀燕，想要酸他、黑他，就搞了半天，大家其实都歪楼了。其实第一时间，我们很多女性观众朋友都在说，原来可以24小时不脱妆就突然果然歪楼了。这个2400粉底液，他觉得好贵好贵，就卖家在网络上说，他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他觉得噔噔太夸张了，居然可以15天卖100罐，他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不只是虾皮上有这样的卖家说，连这个专柜门市，我自己经过去问大家网络上报道都说，都卖光光，缺货呢。经过这一役，我看到连百货公司的商品都摆出来，明星商品区，然后还要订货，因为缺了这是王一川的贡献，但他吹粉底液卖货可以，但他真的可以吹票吗？那赖迪系子弟兵还有一位林俊宪，林俊宪现在在台南提案了，因为他的子弟兵的子弟兵议员曾任林俊宪助理的台南市议员周家伟，在议会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议说，台南市超收了12.87亿元的这样的税金，所以应该还税于民就是先前他们操作过嘛，各件事只要超征的税就要还税于民，就是以中央的概念来说的话，那包括了台南市议长邱丽丽或者是国民党绿营，统统都支持。那甚至国民党的议员更厉害了，还直接说唯一要求就是加码普发。
本来是日营的提案是800元，现在要把额度增加到1000块钱。那现在打蛇随棍上啊，就要让9月能够提出最终的决定，发给台南市民每个人1000块吗？那这样一做下来啊，不就打脸？那你中央不是说这样不行，有违宪？那当然现在也说不违宪了啦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快点发下来。那各种的莱尔校长校车坐哪些人，大家都来笑，因为台南这个很多的分析，还有网络有留言是说，台南如果被这群人给玩掉，是不是校长2028也跟着玩完了吗？尤其是赖总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会不会是自己呢？因为连中战哦，前几天应该是我们的重要的纪念日。可是，对于赖总统口中的发文里面，却从头到尾只讲中战，不愿意讲日本战败。那所谓的投降的日本的这个历史史实，连日本首相石破茂自己都说是战败。所以赖总统的仇中唯一的敌人，仇中这种一路会不会走到底，走到挂？那亮哥的分析是，连815有机会表态的时候都不愿意面对。从头到尾没有中华民国，没有8年抗战胜利，没有台湾光复，也没有中华民国，然后只说了中战。中战是日本天皇诏书才会这样说的。石破茂都觉得不妥，承认就是战败。亮哥觉得真的蛮丢脸的。丢脸的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关税到底谈得怎么样？到现在我们真的还没有完全知道全貌。那川普的关税海啸来了之后呢？政府不愿意面对的是，还没，是叫大家正面看待，还是只是暂时的？可是无薪假开始了，目前悄悄的劳动部所公布的数字里面，已经有191家公司，3934人都因为关税，当然可能关税实施冲击了73家不同的原因，但现在就是突破了2000人大关，今年新高，正在减班。在休假当中无薪假，其中有一家汽机车的车灯制造商，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订单没了，所以出口受阻，直接88个人显示供应链面临了这个出口的瓶颈。当然还有 AI 的大厂，那传产也撑不住了吗？这家自行车大厂是个老牌的半导体材料的商瑞生金属工业宣布结束营业，未来因为根本很难接订单，不是不再接订单，这个大家都在一个年底熄灯潮，只有2条路：出走，那或者是直接关门。那很多老厂不是有那么能力可以往美国走啊？那对于这些企业商家、中小企业来讲，就只有选择结束啦，叫停损啊。但工具机大厂更不用讲了，现在工具大厂整个都是在一个不管是先暂停、停止、做3休4这种方式，想尽办法再等一会儿，还先不关，或者是有没有机会景气回升再搏一回。但执政党知道这些企业的苦吗？看起来感觉不到看我们经济部长他能不能保住官位不知道，但他有没有办法保住我们国内的中小企业，当然是不用寄望他了，因为他主持了一个出口精英中小企业交流会，里面提解方啊，大家问说政府要怎么帮助我们到美方这次关税的各种挑战啊，他觉得5个方法里面大概就是一个结论啊，就是去美国投资就对了哦，帮大家赴美布局，搭建桥梁啊，也不是帮忙谈条件或干嘛，他其实就是你要去我帮你建立研究窗口嘛，所有的所谓的补助什么措施呢，都是大概在美国设置产业园区，把我们的产业往外移，就是它的解方。那或者是议员好了，青绿议员于北辰，那上有台的节目说，以国军照明尾灯亮度来做一个比喻，说我们作战不会输，因为呢，作战时我们只要把这个60万流明的这个灯一打亮，敌人就睁不开眼睛，第一时间共军的部队就一瞬间越视镜就会烧掉了。被做成了梗图啊，这个叫做 rap 的版本，听听馆长被改编的版本。当时你干得好，于北辰，你的才华让我嫉妒，被你于北辰影响，他是恶意，所以他身上有教育。如果真的要打台湾的那一天，他就说，我于北辰单挑并编，仇恨值太重，全部追着他3天，所以他比老公争取到3天的时间，天天吃大菜熊宣扬，人家稍微凶你就去拜冤枉，我还以为你会有多坚强。看看我们北辰将军大最近开始癫狂，我们都集中之大，一烧一箭打下，后面就塞车的人一台一台让我们打。委员，其实我们听了也会心酸吧，我觉得好笑，可是酸的是我们的政府到底执政专业能力在哪里，又帮企业解决了什么问题？于北辰先讲他有点成为一个笑柄了，尤其他是一位少将他其实应该要谦虚一点
你不要以为你是少将，你是没有打过仗的将军啊。好，所以承平时代的这些将军、这些军人哦，其实大家都很客气，可是没有看过他一个这么爱出风头而且乱讲话的人。不过以我对军方了解，我在三军大学教过一阵子书，我只能说他是很特殊的例子啦。大部分的这种我遇到的军人、这些军官哦，因为这些将军哦，他们其实都蛮自爱的，而且都蛮客气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这个不值得打灯就可以歼灭敌人。这个叫笑话了，就像他讲这种话就不值得我们去评论他了。我倒想讲的就是说，这个郭志辉，你认为说要解决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税问题，你就叫这台湾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台积电走了，就带走一系列的产业走，而现在很多的中小型的企业，你也鼓励他们走吗？那这样台湾剩下什么呢？台湾这么小，我们又没有什么天然资源，我们所靠的不就是脑袋，还有就是勤奋吗？所以我们这种，如果说你把这些勤奋的、能干的这些人都让他们到大陆去美国投资，我请问你台湾还剩下什么？台积电带走的人就已经让我们非常伤脑筋了，不是只有在美国、日本，以后在德国，这带出去的人，相关的产业影响的人，不是几千人，是几万人啊！而且都是高教育水准、高所得、高消费的最好的社会的精英，就他们出走，而且走了以后，可能他们退休以后也留在美国，也不会回来。他的孩子、他的家人都留在美国、留在德国、留在日本。你说那台湾还剩下什么呢？所以一个经济部长只会鼓励人家到外面去投资，到美国投资来解决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这种部长就可以下台的了。这里讲到这个中战的问题全世界都晓得，2次世界大战就是3个轴心国家被打败，就德国、日本跟意大利嘛。中战这2个字战败的人要这个让自己擦脂抹粉不要太难看，他可能用中战。胜利的一方也叫中战，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道义可言啊？侵略者而且被人家打败胜利者还说这叫中战。什么叫中战？中战现在就是川普在逼乌克兰要接受的，就叫 peace deal， 就一个像和平协议一样，我也没有打败你，你也没有打败我，我们就签一个协议和平，然后就不要打仗了，是这样吗？你德国是根本被人家打败，打了你柏林都被人家给占领了，都被人家整个国家被人家分为2半了。你日本人已经被人家炸了，头都抬不起来了。所以那意大利更不用讲了，墨索里尼都被人家吊死了。那你还敢讲说这些失败的国家是中战吗？这些侵略者罪大恶极，造成千万个家庭死亡、受伤、流离失所的这些这么差劲的这些国家，按理说他们被打败，说叫中战这是要什么公理？日本人占领台湾期间，为了对抗跟日本人的侵略，然后后来的起义，台湾人大概死了40万人。我那天我有讲过，我觉得赖清德自己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98年事件来讲的话，又叫西来安事件，这发生在台南，主要台南，其实高雄县的一部分，像甲仙三林乡的一部分也有波及，不过主要是在台南。你知道台湾人死了18000人呢，18000人在当时的人口总数里面是很大的一批人口你知道吗？日本人98年事件以后，他还拿了一个尺来量，小男生发育比较好的到达一个高度照杀，所以很多的家庭在那个战争以后，户口还在，整个家里人全部没有了，可能连夜逃走，有的是整个家都被屠掉了，都被杀掉了。所以台南有些地方很多叫做好像阴庙在盖了一个阴庙，那就是因为很多的尸体被临死也没有办法处理了，就把它埋葬在一起那盖一个庙来安慰这个亡魂这样子，很多这样的地方
那你现在你怎么可以讲说中战呢？中战就是个没有是非的用词嘛，你知道吗？台湾人在日据时代，很多人被抓到南洋去当兵，死在那里几万人，尤其高沙义勇军，原住民也是，其中一个是我的堂兄。我说过很多次，我的堂兄被抓去海南岛当兵，死在那里。他的父亲，我的大伯，本来开中药店，因此遭受重大的精神打击，没有办法再开店。我的寡嫂，从大概20几岁，一路守寡到80几岁，独自抚养3个小孩长大。你知道多辛苦？要工作，到田里工作，要照顾小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对加诸台湾人这么痛苦的日本的侵略者用中战2个字？我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接受。我认为我们的家庭也是受害的家庭，所以我本人没有办法接受。我傍晚要跟我妹妹要从小学回到家里，最怕就经过我嫂嫂的那个家，那个堂嫂的家，因为她从田里面回来了以后，就坐在一个大大椅子上，客厅的灯也没有打开，她坐在那里，我跟我妹妹看到她也不知道怎么跟她打招呼。我们洗完澡再偷偷看她，她还是坐在那里。多少个黑夜，她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没有灯的晚上，她在想念她的家里，她的先生。想念我的堂兄，所以我觉得真的我没有什么太大意识形态。我对赖清德本人，我跟他当过立法院同事，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意见。我只希望他的智囊团要以爱台湾人的心来看待日本对台湾侵略所造成的伤痛。历史可以被原谅，但是不可以被忘记或被扭曲嘛。你不能只讲228哦，不断的强调，却把当时抗日的过程所屠杀的人命当作没这一回事啊。聂老师 ，OK， 对，讲得好。那个228这件事情，在我们小时候不是假日，后来变假日。我想我们台湾这个本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把本土强化到这么的深邃，然后呢，228变成非常重要的假日，其他的假日什么台湾光复节什么都不重要。甚至国庆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228引起我们过去讲国民党和本土台湾的一些比较负面的，并不是所有的台湾这个同胞都跟过去来的一些老蒋的这个击对的啊，就是那一群人以他们的这些仇恨呢来建立228，然后呢用这些人呢来建立仇中的情绪。我先讲一下，刚刚因为这个我也讲得非常好，我觉得现在到底我想问我们现在的执政的这些人，或者说领导者。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不是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的其中一族，还是你根本完全都不是？我先讲一下中华兴、黄民情。你的黄民情可能犹大于现在日本的所有领导者，连石破茂都认为投降，因为他不是战败，是惨败啊！各位，我请问一下，刚才有讲到和平协议嘛，对不对？我们不要和平协议，和平协议是完全签了一个那个 agreement， 停火协议可以吧？现在讲乌克兰、俄国，他是先停火协议。很多38路线是先停火，还没和平协议，最后就停了。但是重点来了，是停火协议吗？日本人停火协议就不用投降，为什么有所谓的 surrender 投降这件事呢？815就是一个日本的投降日嘛，日本人都知道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非不清了，是非不分，历史不清，更重要就是身份不明啊。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觉得还是你要思考一下。更重要，1945年到现在2025年是80年。这个815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抗日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国民军 Republic of China。现在呢，台湾你不管真的就不叫国，你用中华民国来借壳上市，然后你在815连中华民国都不敢提，而且你强调的是中战，你完全没有讲到8年抗日啊，你也没有去强调台湾光复啊。所以我刚刚讲的，你到底你黄民情就算你尤胜于真正在日本出生的黄民。那我觉得真的很可悲啦，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我想讲一下台湾的产业的处境啊。台湾中小企业97.8%，中小企业起家。台湾的传统产业非常多，很多隐形冠军。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哈，台湾的市场是非常自由的，一旦自由就竞争，一旦竞争，我跟你讲，最重要叫薄利。一旦薄利，稍微出差错就会亏损。所以呢，当川普筑了高墙，我跟你讲哈，那他是 buyer， 对不对 ？big buyer， 我们是 big seller， 我们是卖家。我想卖家不是降价求售，你去买单。那你就卖一样价格好，买家买单好了，那他就不会买，你就量跌，你价跌量跌都一定亏损。而且最近还有人说9月呢，劳动部又要强调要这个加薪了，这时候你是不是腹背受敌？你是不是要退场？
那无怪乎无薪假又要来了，而且会更惨。那现在台湾呢弄落了一堆的招式，我觉得很怪。有一个我最看不懂，你要到 Dallas 去成立台湾投资中心，作为台湾到那边投资的桥梁，什么东西去投？我跟你讲，川普也会看的。你把所有的 AI 拿过来，传统产业他还不需要他的制造业回流是他有智慧的一套的。我跟你讲，这是白搭，而且我觉得，甚至你把好的东西拿去，坏的东西留在台湾，完蛋了。我们以前我们的观念是保护我们该保护产业，是有些该自然淘汰就淘汰。现在你要把很需要保护的都带走，不需要保护留在台湾。请问台湾未来怎么办？大家说现在会不会最悲哀的事情，就是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历史不明，然后我们产业现在到底，是不是823才会知道全貌啊？还不知道整个关税的冲击到底谈哪些项目，最终结论是什么？其实不需要等到823，因为已经开始了嘛。已经征收的是20+N，还有什么其他的投资退让不知道。就是美国的海关已经开始收税了嘛？对。那海关收税，所以这个你出口商如果不能够帮进口商吸收关税的话，那进口商说我没办法下订单了嘛，那没办法下订单就抽单或者是减单，那我们就看到台湾的这个出口商、生产制造方，他的订单就越来越少了。订单如果少到他根本已经不符合成本，他要不就是关厂，要不就是减产，要不就是开始休无薪假。这个就是台湾的这个生产制造它唯一能走的路嘛。我们家就经过这一段嘛。那这一段如果政府不帮忙、不纾困，或者是不帮忙去到别的地方去投资，那给他足够的融资，而且很低的利息的话，迟早就倒闭嘛，活不下去。那倒闭就是我们的工人、工厂的工人、员工、干部就解散嘛，那就资遣费一发，然后这个资方基本上来讲，他基本上就赔光了钱，有的还负债累累，因为有的东西可能是你刚贷款去进一口新的机器来，结果现在的机器全部都废掉了，那怎么办？所以明明台湾的经济已经出问题了，明明你政府应该拿出方法来帮忙解决，但是都没有。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厂商都不明不白，都不知道状况，然后政府也不帮他做什么，然后都在讲风凉话，说你到美国去设厂，先生，有几个公司工厂能够到美国去设厂？有几个能够做得到？没有能够做得到的吧？最后我还是要讲一下，赖清德给我一点时间，你的身份跟地位，你不要忘了。台湾人在日本统治的前20年被杀了至少40万人。之后，刚刚玉芳兄所讲的，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内，不是所有的到南洋当兵人都是自愿的，很大一部分是被强迫带走的，死在海外。你今天没有日本的战败投降，台湾怎么能够脱离日本的统治？我觉得连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自己都是这么的作践自己的话，日本人怎么会看得起你？日本人的首相都说我们是战败投降，你还说中战，你会让日本人连一个小学的日本人都瞧不起你？台湾的命运会如何呢？会不会像乌克兰？有没有这样的担心？